完全没有剪辑经验的人都可以学会的，你其实只要靠你的手机 APP 就可以做到。它直接辨识这是一个潜水的影片，然后还帮我选了一个主题叫做 Blue Dreams，我真的觉得蛮惊艳的，是可以直接出片的程度。我真也都不知道我自己在忙什么。嗨，大家好，我是舍令，欢迎大家来到不只是旅行的旅拍教室系列。我呢，使用Insta360的全景相机，从 X3 到 X5 已经超过4年的时间了。今天就要来拍一集我讲了非常的久，但是一直没有时间好好做的主题，那就是全景相机的剪辑教学。我相信也是很多人超级大的痛点。我身边呢，其实就有很多人买了360之后也拍了很多东西，却不知道要怎么好好的使用拍好的素材，或是有些人是觉得这东西感觉很酷，但是感觉剪辑应该很麻烦。今天这支影片呢，就来解决大家的问题。我想让你们知道的是呢，这台相机的剪辑方法真的没有大家想象中恐怖，而且是完全没有剪辑经验的人都可以学会的。重点是呢，你其实只要靠你的手机 APP 就可以做到。那我今天呢会分享8种方法，分别适合不同种人。不管你是那种你只是想要记录生活、跟朋友简单分享的人，或者是你想要做短影音，又或者是你想要像我一样拍成旅游长片分享给大家的人呢，我相信你都可以在这支影片找到属于你的解法。我跟你们说，有些方法呢，其实是我这一次在做这支影片，我才突然发现的。好的，在正式开始之前呢，有件事情呢，我想要先来抱怨一下，就是我觉得Insta360的 App 真的是长得有点太复杂了，尤其是他们去年做了一次大更新之后呢，加了很多功能，我觉得很棒。可是它的界面让人家就连我都觉得看起来非常的难用。对，好。我说明一下这有多复杂，就是我素材点进去之后呢，下面有3个钮，就是感觉是剪辑主要的钮嘛，但这边又可以选视角跟缩放，然后左边呢，这边又有一个剪刀，然后 OK， 你看到这边可以设关键帧嘛，点进去之后呢，你又进入了下一个页面。那我到底是要在这里剪辑，还是在上一个页面剪辑呢？就是我理解它是因为功能很多，可能有点难安放，但是我觉得 UI 的部分就是可以再加油一点。Anyway， 所以这支影片呢，除了介绍8个很好的方法之外呢，我会带你们一步步告诉你们怎么做，还有它藏在这个 App 的什么地方。那我们就正式开始咯。那首先我们从最简单的开始，第一招叫做云端分享。如果你拍影片只为了回忆，然后或者是传给一些亲朋好友的话呢，你就非常适合使用云端分享这个功能。因为用这个功能的话，你完全不需要任何的剪辑，就可以去分享360的素材。这个云端功能呢，其实是在2025年的5月左右跟 X5 一起推出的，但是我觉得可能那时候大家都注意在这个新机吧，所以我就来好好的再介绍一次。我们点进相簿里面，现在呢，我的 X5 是一个关机的状态，所以我选相机档案其实是没有东西的。但是当我点到云端相簿之后呢，你看到往下滑，可以一路滑到2025年的4月，也就是这个云端功能刚推出的时候，我全部的素材在里面都找到。我跟你们说，这些素材呢，其实已经早就被我从记忆卡里面删除了，但是呢，你只要在你的素材还在记忆卡的时候啊，在相机里面点选这个上传档案到云端，它就会自动帮你把档案直接备份到云端上面。像我如果现在突然好想要找到我去年8月去澳洲搭那个小飞机的素材，我就就像手机的东西一样，我就沿着日期找到8月，你们看，马上就找到了，我就再也不用去什么记忆卡跟硬碟里面翻东西。给大家看这个2分23秒的素材，点进去之后呢，你会看到我在一个小飞机上面，然后前面这个是机长，然后我坐在这个宁格路群礁的上空，然后我看起来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好奇，然后上方这个就是机翼本身。你看机长在指东西给我，因为他在指哪里有什么海龟啊、鲨鱼啊之类的。其实360的原始素材，我必须说它是非常有趣的，可是因为分享东西的渠道都是 Reels 或者是 YouTube 嘛，所以它都是平面的素材为主，所以我从来都没有机会可以给你们看这个东西。
这也是我常常觉得有点可惜的部分，因为我觉得360的素材啊，你就是要直接看360度是最有效果的。另外事情有点困扰是，有时候朋友会跟我要素材嘛，会跟我说哦，我想要跟你要我们在搭那个小飞机的照片，但是他又没有360的 app， 那状况就是我变成我要进这 app， 然后编辑完输出再下载，然后再传给他，就是超级麻烦，而且有时候我事情有很多。但如果你有使用他们的云端服务的话呢，就没有这困扰了。你可以按现在这个素材上面有一个右上角的分享按钮，这里有一个分享全景影片。然后你就可以得到一个连结，这边就可以传给你想要传给的任何人，对，就可以帮你导到 LINE 里面。接着你的朋友就会收到一个连结，他可以不需要有Instagram的 app 也没关系，只要点开这个连结之后呢，就会进入一个网页。然后在这个网页呢，你可以看到，它就可以像我刚刚在看素材的方式，自己去浏览，看他想要看漂亮的我，也可以缩放哦，可以看机长。简单来说，它就是想看哪就看哪，然后呢，它只要在右上角按这个储存，它就可以直接取得你这个影片了，你就再也不需要用这么麻烦的流程了，你知道吗？但不储存其实也没有关系，只要你的素材一直在云端上，不管是你或是你的朋友，都可以随时到上面，就是用我刚刚的方式这样子浏览就好了。而且你甚至可以去调整播放速度、清晰度之类的，像在看 YouTube 一样。那我也会直接把刚刚那个素材的连结呢，直接贴在资讯栏给大家看，用手机或是电脑都是可以打开的。你就会理解为什么我说，其实360的素材你是完全可以不需要剪辑的，而且用这个方式你可以获得更棒、更多元的视角。这个功能我觉得超级适合非创作者的人使用。很多人拍360其实就是为了想要随时随地可以回味360的视角。如果你是这种人的话，一定要好好的善用这个云端功能。那现在呢，其实只要买 X5，它好像就会直接送6个月1TB 的空间。那你也可以就是试用个半年之后再决定要不要续订。第二个方法呢，也是可以让你完全不用花时间剪辑的，那就是直接使用 Instagram 2.0 模式来拍摄。关于全景相机的 slogan， 大家应该最常听到的就是先拍摄后取景嘛。但其实有些人就是觉得后取景非常的麻烦。那如果你是使用 Instagram 2.0 模式来拍摄的话呢，你会变成边拍摄边取景。我知道听起来有点小复杂，我一样就是给你们看画面。有些画面的右下角是写360，有些画面是写了地球。像360的画面点开就是像大家刚刚看到的一样，你可以去抓任何的视角。但如果是这种地球的素材的话，点进去。这个画面呢，其实我是没有经过任何后置剪辑的哦，它直接就是平面的素材。你们看，我就是在一般的滑雪的样子。现在原本是用左手拿在前面，然后后来就觉得有点无聊，想测试一下，我把它换成右手拿在后面，然后还跌倒了。然后这个时候相机应该在上方，相机其实是有牢牢的抓住我的，但是我其实没有经过任何的剪辑。大家刚刚看到那个影片呢，其实正常的流程应该是你先用全景模式来拍摄，拍完之后进 App 之后，你按一个追踪我之后呢，再另外按输出才可以得到那样的影片。但是如果你是直接用 Instagram 2.0 模式来拍摄的话呢，你就不需要经过任何的剪辑就可以取得这样的素材。一样来教大家这个步骤。按右下角呢，你就可以选择各种模式。往右之后呢，可以看到 Instagram 2.0，然后画面比例先点进去，因为你不能够后置嘛，所以你要先选择你要拍直的还是横的。选择直的之后呢，你可以选择画质，它最高是可以拍到4K 的平面画面。接下来呢，你就在画面里面寻找，像现在就找到我的脸了。点一下之后呢，这边显示智慧跟踪启用，就代表它等一下拍出来的画面啊，都会是朝着我的方向的，然后会是平面的画面。好，右下角这个钮点进去之后呢，再讲的是因为你不能后置嘛，所以你要先决定所有的参数。这边可以决定你这个画面想要拍得多广，然后你想不想要有畸变校正。像我现在就决定了自然广角，然后想要抓着我本人。然后我现在就直接拍一个画面给你们看，然后我就可以这样子乱拍，手乱甩，它就可以直接得到一个平面的画面，然后画面一直有本人出现。
这个模式还有一个小功能很可爱的呢，是它这边左边有2个键是可以让你帮你自动运镜的。给大家看这个画面，我也是没有经过任何后置的哦。当时候呢，就是我们朋友这样在一圈，像在拍摄的时候呢，就直接帮我这样子运了一整圈。正常来说就要有个人在中间嘛，然后这样子拍不是吗？但是当时候我就是把相机放在正中间。然后他就自己帮我运了一圈，就得到这样子很可爱的合照。对，这个功能也不只是用在滑雪啊，就是其实还有很多小方法可以去玩它。这个 Instaframe 2.0 模式呢，就很适合你想要使用360，又想要有平面素材，但是你又不想要花任何1秒剪辑的人。上一个方法是你没有拿来剪片，就是你只是想要这样浏览也 OK。但如果你是想要取得平面素材来剪片，但是你又不想要花时间去处理，就是你的360素材的话，你就很适合使用 Instaframe 2.0 的模式。但其实我自己没有很常使用 Instaframe 2.0 的模式，是因为它只会帮你取得某一个视角。我觉得有一点点失去了就是360的意义，因为我喜欢360是它可以拍到全部的东西，我再后置。对，所以我觉得这有一点见仁见智。它内建其实有一个模式啊，是我直接给你们看，你可以把你的360备份给打开，对。你就可以同时取得 5.7K 的全景素材跟 1080P 的平面素材，但是其实它就是直接牺牲了你原本可以拍平面或是全景的画质。我自己觉得同时全景跟平面没有意义，因为你最后还是只会用其中一个素材。但这个方法就是也分享给大家。这个 Instaframe 的功能啊，其实它在上一代 X4 的时候就有了，但是我一直到现在才花时间介绍，是因为我觉得它一直到2.0才真的可以在滑雪的状态下好好的追踪到我。这也是我觉得 Insta360值得被好好夸奖的部分，是它的软体其实一直在进步。下次你朋友跟你借你的360要来拍滑雪的时候，你可以先问他说你要直的还是要横的，你要多广，然后你直接开这个模式给他，拍出来之后呢，你就再也不用帮他编辑，你可以直接把影片传给他。就推荐给想要拍滑雪的懒人使用。好的，完全一点点都不需要剪辑的部分呢，到这边结束。接下来的6个方法呢，就真的要需要你们动动手指来操作这个 app 了。那第3招呢，叫做选择你的视角跟广度。那我们就拿这个1月我在北海道旭月火山滑雪的影片来做示范。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帅的地方。顺便提醒大家，如果你喜欢滑雪，你还没有看我在1月去北海道的最高峰火山滑雪的影片的话，赶快去看。那一支影片啊，因为我从雪山上面滑下来只有1次的时间，所以我也是几乎都是拿着360来拍摄的。OK， 这个界面虽然看起来有点恐怖，但是其实这个方法呢，你只会需要用到黑色上面的这一条。但在正式开始之前，一件事情很重要，是右上角这边有一个地方，你可以选择你想要9:16还是16:9还是1:1。所以第一步是先决定你要拍直的还是横的。决定好直视或横视之后呢，再来你只要决定2件事情就可以输出了，那就是你的视角跟广度。那视角的部分很直觉，就是你希望这支影片的视角是面对哪里的，然后左下角有一个自由视角可以选择嘛，点进去之后会看到自拍视角跟前进视角，我们分别一起来看一下。自拍视角呢，你就会看到整个画面呢，就是我在自拍的画面，然后后面就可以直接看到风景嘛。那我现在换到前进视角，相机就直接对着正前方，刚好我的朋友在我面前滑雪，然后穿过那个火山烟，超级帅的。基本上，如果你想要的视角很简单，要么拍自己，要么拍前面的话呢，你就可以直接选择这2个视角其中一个，这也是 AI 帮你算好的，我完全没有经过任何的手动编辑。那或者是右边还有一个叫做 AI 视角，点进去呢，它会自己帮你算，它觉得哪一个视角比较有趣，然后你也一样可以看一下它帮你选的视角，你喜不喜欢？那 AI 视角点进去呢，它还知道它选你不一定喜欢，所以它还给你2种版本，又一个备选的。所以基本上你不用做任何事情就可以得到4种视角，一前一后跟2个是 AI 帮你选的。我通常会先决定视角，再决定广度，因为你们看嘛，就是像我这个画面呢，我自拍跟拍前面那个构图会完全不一样，所以你需要先决定你要什么样的视角，你再决定我这个画面要多广。
对，那我现在可能就先决定说 ，OK， 我这一卡想要输出的是我自拍的角度。接下来看到右下角有一个放大镜的缩放，点下去呢，就可以直接把它从最广调到最窄，看你想要什么样的感觉，就是其实没有一定，因为窄视角就是表情会比较清楚，那比较广的视角就是风景又更多。再像这个画面，因为我想要表达是我在雪里面前进的感觉，然后我也希望可以拍到比较广的风景。这个没有正确答案，因为有些人其实喜欢那种你知道很变形感，或者是甚至是小行星，有人会做像这样子啊，就这种一颗球的。像这个画面呢，我就希望后面有多一点点的雪山，所以会选择在自然广角这边。那如果你选择的广度是在自然广角跟线性中间的话啊，你会发现，左下角有一个消除扭曲这个字，可以把它点开之后呢，它可以让你的画面看起来更平滑，就是把那种你知道广角的扭曲全部都补件。我自己是很常用，因为我其实没有很喜欢运动相机的变形感，但就是看个人。如果你是刚好选择在这个区间之内的话，就可以把它打开，就可以按输出了。快速讲一下3个步骤。首先呢，先决定你要直的还是横的，在右上角。接着呢，在这个视角这边选择你想要前进或是自拍，或者是由 AI 帮你选择的视角。接下来是右边的缩放，去选择一个你想要的广度。决定好之后，你就可以按右上角直接输出，蛮简单的吧？下一招呢，是我想是大部分360的用户比较不陌生的功能，就是追踪。我自己在刚开始用 X3 的时候啊，其实最常使用的也是追踪的功能。但其实老实说啊，就自从有我刚刚讲到你可以选择自拍视角或是前进视角之后呢，其实追踪这个功能呢，我自己没有那么常用到。我只要选择自拍或是前进，我就可以拍到我自己跟我朋友了，我根本就不需要选择追踪这个功能，因为我们2个的相对位置是一直是固定的。但有种状况会需要哦，就是如果被你拍的人呢，他一直乱跑，就是如果他是一个滑雪超强的人，他一下在你左边，一下在你右边，然后一下又飞到不知道哪去的话，你就很适合使用追踪的功能。那我们就看这个2分37秒，这是一个极度混乱，我们有10个人一起滑雪的影片。说到这边呢，我要先来靠北一件事情，但是这么多钮，然后我找不到追踪功能这件事情让我非常的困惑，但它其实被藏在这个编辑里面，点进去呢，你就可以看到追踪功能就出现了。我觉得藏在这里真的是一个很奇妙的选择。Anyway， 我们来示范这个功能怎么用。现在呢，比方说我想要追踪画面里这个紫色衣服的女生，我就按下追踪，选择这个女生之后按开始追踪，接着你就不用动了。而且我觉得非常厉害，你没有看到吗？我们画面有这么多人，可是他可以牢牢的抓住他，而且他有时候甚至是会被我挡住的哦。我在试用这个功能的时候，我其实有点吓到，还没有，他等一下会被这个人挡住，他还抓得到，他一直可以跟着他，然后甚至一直到他们跌倒之后，我觉得现在 Insta360这个追踪功能着实让我非常厉害。我其实已经试了画面中非常多人，然后他都可以跟得非常好。但是唯一有一点小问题的是，如果是穿白色雪衣的朋友的话，颜色有点容易跟那个雪地混在一起。但我只要选择其他颜色雪衣的朋友，他都追踪得非常好。这个我要给就是他这个追踪功能打个大拇指，我觉得真的追得太好了。所以这个追踪功能其实就是跟我们刚刚选的视角是一样的意思嘛，所以让它追踪好了之后呢，接下来我就选择广度，那你就会发现其实刚刚这个女生其实都离我非常的远，所以要拍她的话，我可能会选择这个窄视角，就可以拍到比较大的她，一路像是很专业的跟拍哦，我觉得非常厉害，还可以用非常窄的角度拍到她跟人家相撞。那接着呢，我们一样就可以直接按输出，就可以取得这个素材了。我再强调一次哦，如果今天你要追踪的人是你自己，或者是一直在你前面的话，你是不需要使用这个功能的。只有那种在你身边一直晃来晃去，或是有狗在那边跑来跑去很失控的人的话，你就可以使用追踪这个功能。第5个方法呢，就是专门给我这种对影像有点控制狂的人使用的，就是打关键帧。
对，前面的方法我会说我比较少使用，是因为它虽然可以选择东西很多，但通常呢，他们都是针对整个影片去做调整的。比方说整段就是面对自己，或整段面对前面嘛。那追踪虽然很方便，可是它有个缺点是，你也是只能够特定的广度。可是有时候我就觉得我想要有时候广，有时候特。对，我就是一个毛病很多的人，总而言之。那虽然说 AI 的视角它会去帮你做切换、做选择，可是我有时候也觉得 AI 选的东西也不一定是我最想要的。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样，就是有点控制狂，然后加上你愿意多花一点时间去调整的话，我觉得打关键帧才是最适合你的。我先给大家看一下这段影片啊，我如果是用 AI 视角的话，它帮我选出来的画面会长什么样子？来，大家，现在左前方是Fuego火山，右前方是夕阳，抓到夕阳了。后面是还没，左边是 Agua Volcano， 就是我们在 Antigua 一直看到的，然后后方是，我是从那一座山走过来的。再看一次还是觉得好漂亮哦。因为呢，有时候我的影片其实是搭配我讲话画面，所以我会希望我讲到夕阳的时候就面对夕阳。但你们可以看到 AI 刚刚选出来的视角就是有时候有中，有时候没有中，所以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使用到关键帧。那关键帧呢，它的位置是藏在这整个画面的左边有一个菱形，旁边一个加加。关键帧这3个字的意思呢，我怎么想都觉得很难用文字来解释，所以我们直接用影片来示范。首先，你要把这个视角先切换成自由视角，你才可以自己去做跟动。那比方说呢，这个影片的第1秒，我希望这个画面是对准我的，然后大概是这个广度，在这边就按一个星星，加一个关键帧。然后我现在把画面移到差不多第4秒左右，我希望画面会移到面对这个山头，稍微再特写一点点。然后这边再打一个关键帧。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回放。它就慢慢的帮我把画面直接运过去了，就在这4秒内。那4秒过后，它就一直维持在山头这个方向了。简单来说，关键帧的意思呢，就是你可以去决定你影片中最重要的那几秒，你希望它一定要面对哪一个角度跟哪一个广度。那中间你没有设定，它就帮你自然的带过去。那再比方说，我觉得它这样子直接运过去有点奇怪，我希望这个影片的前2秒都是对着我的脸。那我就会在这个第2秒的时候，差不多这里，把画面移到我这里，然后我可能希望它 zoom in 一点点，所以我再把它放大，这里再设一个关键帧，然后给你们看一下影片就变这样。来，大家，现在左前方大概就是这样子。那按照这个影片的状况呢，我就会去根据我的台词去设定每一个关键帧，我希望它长在哪里。来，大家，我希望大家看到我的脸。来，大家，现在左前方是Fuego火山这边。好，讲到夕阳的时候，我希望它在夕阳这里。好，给大家看一下这支影片现在会变什么样子。来，大家，现在左前方是Fuego火山，右前方是夕阳，后面是还没，左边是。讲到阿瓜的时候，它就会晕过去。就是我们在 Antigua 一直看到的，然后后方是，我是从那一座山走过来的。没错，就是大家大部分看到我的 YouTube 影片上面啊，我几乎所有的360素材都是这样子一帧一帧去设定成我想要它特定的画面的。听起来就是有点麻烦，没有错，但是我就是一个这么麻烦的人。我其实会建议啊，如果你拿360是要像我刚的那个状况下，你是一边讲话一边在指东西的话呢，我会比较建议可以直接用关键帧做。虽然有点花时间，但是这真的是一个比较精准的做法。你可以在你讲到什么的时候，让画面直接面对那个方向。那针对台词去变换视角是一个案例。那有时候如果想要就是呈现一些比较特别的视角的话，我会使用关键帧。那我就拿这个搭卡车的画面来示范。比方说呢，我希望这个画面的第1帧啊，是一个超级广到不行那种小星球的形式，打一个关键帧，然后可能你看这个就很酷，它就是一个
很像那种树叶这样张牙舞爪的样子。然后我希望差不多在第5秒的时候可以回到我们的车上，那它就有这慢慢zoom in的感觉。它的画面最后就变成这样子，非常的有戏剧效果，很像是空拍机这样突然zoom in的感觉。这种 zoom 进来也有不同种感觉，比方说我如果在第2秒左右就 zoom 到最里面，那它这个 zoom in 就会变得很快，就咻就进来了。这个小行星虽然我说我平常不太会使用，就我如果在做一些自然的 vlog 的时候，但如果想要剪一些比较酷的短影音的话，我会建议可以多试试看这种小行星的角度。而且小行星啊，你只要把它就是再把它前后左右拉，它其实可以做出很多种不同的感觉。所以如果你想要拍一些比较特殊视角的话，可以试试看，就是打关键帧，然后去做变速变角度的方法。提到小行星呢，又想到另外画面可以示范给你们看，是去年6月在墨西哥潜水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那时候呢，我是直接游在一整群大概几百只的红鱼上面。当时候在就是稍微玩一下310素材的时候，就发现一个超级酷的方法。正常来说应该就是这样子，在这里设一个关键帧，然后 maybe 12秒的时候下来。比较一般的剪法会是这个样子。你就会慢慢的游到那个一群红鱼的上方，但我现在呢要在这个12秒的地方做一个小变换，影片就会变得非常的酷。只要这样子移动，然后把画面拉一个超级爆炸广，我突然就进入一个红鱼的小行星里面，是不是超帅的 ？OK， 给大家看一下最后会变怎么样子。慢慢的下潜之后呢，我就会游在一个红鱼的行星里面，给大家看一下满版，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梦幻。我跟你们说，我原本其实没有打算要这样子拍的，它只是我后来在后制的时候发现，原来可以这样子玩，所以我才跟大家说，如果你想要用310剪一些很酷的短影音的话呢，你可以多使用它这个小行星的视角，可以玩玩看不同角度。你们看哦，像这个小行星啊，我如果去拉到别的视角的话，我觉得看起来就也不错，但没有那么酷。周围是水，中间是红鱼，可是这样子就瞬间变得，哇靠，超帅！Anyway， 就是跟大家分享这个，我觉得在海里拍一些大生物、很大的鱼群的时候会非常的好用。所以你们现在可以理解为什么明明有那么多好用的方法，但我还是选择一个一个关键帧慢慢设嘛，因为它真的还是提供了我最大的后置空间跟最大的自由度。那虽然花时间嘛，可是因为做旅游影片就是我的全职，所以我觉得理当我应该花这么多的时间。但大家可以自己参考一下，或者是有几看你觉得特别好玩的，你可以来玩玩看。但提醒大家，设关键帧这个方法呢，我其实通常是在电脑上执行的，因为电脑的 App 基本上操作是差不多的，但是它有一个好处是，你可以在输出的同时直接去编辑下一个影片你想要打的关键帧，所以我可以一直做，不用等。但手机的话，我就是需要等到输出完之后，我才能做下一个，就给大家参考。接下来又回到很简单的方法，最难的应该就是刚刚那个打关键帧的了，我保证。这个 App 左下角的这个录制的功能，那我就拿去年去墨西哥洞穴潜水的素材来做示范。然后这边有一个开始记录，你们注意看我的动作哦。我现在呢就把手机往后看，这边就是我前进的方向。前面有一个人是我的朋友，其他的 diver 用移动手机的方式去看到你想要看的视角。停止录制之后呢，你会得到一段影片。那这段影片呢，就是你刚刚去移动手机所取得的视角。接着呢，你只要再按一个自定输出就好了，你就可以直接得到你刚刚浏览的画面。这个录制呢，应该算是其中最直觉、最快速，但是你又可以有完整控制权的方法。而且我觉得它不会让你有一种工作的感觉，你就是真的是这样看，感觉就像随便看，看完之后就顺便得到这个素材了。那我自己比较少用的原因是我主要其实是用电脑在整理我的310素材的。再来就是，其实它虽然感觉快，可是你也不可能说一次你就可以直接看到就是最好的视角嘛，因为我就是想要它最完整。对，但是所以你有可能也要试个好几次，你才可以真的看到最好的视角。那再来就是呢，我觉得有时候手动的运镜有时候不一定像电脑那么顺，
但这就有点见仁见智，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手动有手动的美，然后它有很自然的感觉。但如果你想那种真的很平滑的运镜的话，也许还是用就是关键帧会比较顺。对，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玩又轻松的做法。接着我们来到这底下3个方法的最右边，左边是刚刚讲过的录制，然后中间是追踪的功能嘛。最右边这个功能是 AI 自动剪辑。这个功能呢，其实老实说，做这支影片之前我没有使用过，因为基本上我只相信我自己跟我的剪辑师。但这一次我发现呢，其实它剪得还不错哦。现在我就直接拿这个刚刚给大家看过《轰鱼星球》这个素材来做示范。现在直接点下 AI 自动剪辑。它直接辨识这是一个潜水的影片，然后还帮我选了一个主题叫做潜水世界，然后标题是 Blue Dreams 我觉得非常优秀它其实你们看到下面有非常多的模板可以选择，但是所以它就直接帮我选了潜水的模板，非常厉害。然后这边点进去呢，你还可以去编辑片段，就是你每个片段你想要它的视角长怎么样。都可以去调整，但其实我觉得基本上没有什么好调整的。刚刚那个很完整是可以直接发出去的程度但我刚刚呢，就是其实有在玩了一些不同的模板，像这个复古弹窗就非常可爱。很会你看像这样随便按几个钮就可以直接制作出超级可爱的短片。我觉得对于懒人来说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剪辑方式。当然你说自己剪可不可以剪得更好，当然有可能，可是这真的是超级省时间。我相信很多人就是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剪这些东西。我觉得一定很多人没有玩过这个 AI 模板，跟我一样。所以拜托大家有360的人呢，可以把你过去的素材拿去这个 AI 剪辑里面摸一下，你会发现这是一个新的世界。OK， 最后一个方法呢，它有点算是右下角这个 AI 自动剪辑的延伸版，叫做精彩片段。它的位置呢，就是在左边这条的第4个精彩片段。那我们一样直接进示范。这个一样是我去年在西澳搭小飞机的片段，它总长有大概4分钟。那个时候啊，我真的就是乱拍一通，因为我在飞机上太投入在看底下的东西了，所以那时候就想说回来再说。也要提醒大家啦，尽量不要拿着你的360影片录那么久，因为档案会变得超级大。然后你如果要在4分钟的影片好好去挑选你想用的素材的话呢，有可能会花上个10分钟左右。对，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拍360的影片的时候要克制。当你的素材太长太杂，你又不想慢慢看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很棒的解法，就是这个精彩片段。我们呢就直接点下去之后呢，我跟你们说是因为我之前跑过了，不然它会 AI 跑一下。那跑完之后呢 ，AI 就会帮你辨识这4分钟里面他觉得比较精彩的部分跟哪个视角。然后他现在就列出了10个，还帮你分成自拍、前进、精彩瞬间，还有不同分类，你知道吗？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你就是只要看这10个就好了。来看一下，我觉得这就蛮厉害的。他帮我挑出了我觉得这段很重要的金句。我做了1个小时的梦。那我喜欢这个的话，我就把它打勾。这个画面也很棒哦，因为我在这一段呢是真的看到了彩虹，他也帮我把彩虹的视角跟那个瞬间抓出来了。这个时候你就可以选择你要分段汇出，或者是再继续剪辑。如果你是像我一样，你的拍摄总是有很多台不同的机器，还有手机，还有其他相机的话，你就可以选择分段汇出，再去用其他的剪辑软体。但如果你的素材只有360的话呢，就可以直接用它的 AI 成片。点进去之后呢，它就有各种模板给你选择。我那时候是觉得这个 Life is This 不错，给你们看。觉得很不错吧？不管是它的模板或是音乐，我觉得都蛮有质感的。但是现在这个影片呢，就是它总共2分钟长嘛，然后我觉得有点太长了，所以我还可以再进入它这边的剪辑，再做我自己想要的调整。点进去之后呢，这边你会直接换顺序跟做一些
音量的调整，但你也可以点这个更多剪辑之后呢，你进来的页面啊，就会很像你可能用剪映啊，或是音刷那种其他手机 APP。你可以再去根据每一个片段去做调整，接下来就很像是你在用手机剪片，可是等于说它已经帮你做出整个 timeline 出来了，所以你只要再针对这个 timeline 去做修整，那就可以做成你想要的样子了。Life is this. I like this. You've been down this road for 我觉得我像是做了1个小时的梦。 left your Yes. love behind, but still you keep on Yes. falling back, despite the pain 这个体验我只 inside. 能说， 'Cause all that I want is for you to be 哦， happy. Give me 彩 a 虹 chance to Rainbow, show yes. that you can. 圆形的彩虹。 Open your eyes and you see the way I Hey, see. you're Cause really, all that I you're a want really good is for you to pilot. be happy. Yes, yes, very good. 还在想刚刚那个梦是真的。是不是蛮强的？刚刚那个影片呢，我就是基本上我只有调了影片的顺序跟一些长度而已。其实它里面还可以改很多东西，像是每个 clip 的转场特效，然后你也可以另外再加滤镜。可是我刚刚是没有做任何调整颜色的，因为它本来给的滤镜就非常好看，然后我觉得整体的风格也做得很好，我真的觉得蛮惊艳的，是可以直接出片的程度哎，我真有点不知道我自己在忙什么。好 ，Anyway， 老实说，这真的是我第一次认真的使用它的 AI 剪辑功能，因为我有剪辑师的关系。但我这一次呢，真的是觉得可以给 Insta360的 AI 剪辑一个大拇指，因为我记得我之前有用过，我觉得蛮烂的，所以我就一直没有用。在这边再强调的是，360的剪辑真的没有你想象中的复杂，尤其如果你想要剪的是像这种短短的短片，然后简单的记录，你也不是像我一样要就是拍 vlog 的话，其实你交给它的 AI 已经可以剪出很不错的东西了。拜托大家一定要试试看，千万不要每次拍完都不剪，很可惜。好的，在分享完8个剪辑方法之后呢，影片结束前再加码2个，我觉得在这个 app 里面非常重要的2个按钮。在说出影片之前，还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我们要稍微调整一下颜色。现在看到这个画面左上角的部分有一个杜比世界观，我们点一下之后把它打开，你就会发现整体瞬间变亮了，然后对比度也有提高，然后整体的颜色好像就是更好看了。我多按几次给你们看，这个是没有，这个是打开。那这个字呢，我就不多做介绍啦。简单来说，它就是可以支援12bit 的色深，它可以表现出数十亿种颜色，然后可以让颜色的变化更平滑。那再就是它可以支援的动态范围也比较广。总而言之呢，就是要记得把这个杜比世界给打开，就可以得到更好看的颜色。那如果你拍的是水下画面的话，就要帮我注意第2个按钮，就是水下色彩 3.0。它通常呢会长在左上角这边有一个设定这里，对，然后这个按钮可以把它打开。但是这个水下色彩 3.0 啊，我其实没有觉得一定要开或是一定要不开，它有点看就是你当时候的水况跟光线的状况。像这个画面呢，我给你们看，这是一个在垦丁的大海，那时候看到一只海龟嘛。那杜比世界我们要把它打开。现在呢是有开水下色彩 3.0 的状况，然后我把它关掉。我好像更喜欢这个没有开的状况，它就是比较蓝，所以感觉更清澈。所以这个水下色彩 3.0 这个钮啊，我不是跟大家说一定要打开，而是我觉得你可以去检查一下开跟关的差别是什么。有可能你会发现水下画面它自己侦测到就帮你打开了，但是关掉之后发现，其实更好看，跟这个画面一样。给你们看另外一个视角，可能更明显。你们看这个是，没有开水下色彩的我，然后这个是有开的我，整个人变得很橘很黄，因为它就是加了红色进去。但是我现在在的这个场域呢，其实又很浅，光线有很多，其实它的红色没有被吃掉，所以你硬开的状况下，它可能会反而会更红。所以要提醒大家，如果你的是水下画面的话，要特别检查一下它是开是关。那到底哪一个比较好的话，就没有答案。像这个画面，我就觉得不开是更好的。
OK， 以上就是我这一次的全景相机剪辑全攻略，希望真的有帮助到大家。因为我知道真的很多人在敲完这个主题，然后也有超级多人跟我分享说他不知道怎么用。对，所以这支影片呢，我从下午大概3点左右做到现在这边已经晚上11点了，我拍了7个小时，超累。我觉得主要是因为我要一边讲一边操作，就是这些东西，萤幕录影嘛，所以我很容易会词穷，或者是忘记我在讲什么。然后哇 ，anyway， 终于拍完了，感谢我自己。希望这支影片真的有帮助到大家。那不管是你已经是有全景相机的，或者是正在考虑要不要购入的人，我都想要告诉你们，其实360的剪辑真的没有你想象中这么恐怖，因为现在的科技真的非常的发达了。那如果看完这支影片呢，有让你卸下对全景相机的心防，想要买一台的话呢，现在刚好是一个不错时机，因为现在到4月8号之前呢，ETA 360正在做春季的大特价。X5都是85折，也有其他型号的优惠。那我会把我的连结跟就是详细的优惠资讯都放在资讯栏。那记得用我的连结，也还有专属的赠品。那最后就是喜欢影片的话，记得帮我按个喜欢，然后可以把影片分享给你所喜欢旅拍的朋友。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非常实用的话，请在影片底下留言告诉我。那也可以告诉我你觉得这8个方法哪一个方法对你来说最实用。当然要记得订阅不只是旅行，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更多精彩的旅游影片跟旅拍攻略的教学哦。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喽，拜拜。